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伟。每天在后台呢，有很多的小伙伴问我脚气怎么搞。然后今天我们有一个大哥过来，他的脚呢是刚刚泡了杀菌的护理液，现在我们这个师傅给他在刮这个脚皮。由于泡了这个护理液之后呢，这个脚皮也是特别轻松的就能刮下来。很多人从中医的角度来说，脚气是排毒，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啊。脚气呢，它在西医方面讲就是一个局部的真菌感染。当你的足部多汗或者感染真菌之后，它的繁殖过度就会导致一些脚气的症状出现。脚气和感冒呢，因人而异。比如说感冒，有的人是发烧，有的人是咳嗽，有的人是浑身无力，有的人是四肢畏冷等等。像汗脚感染脚气之后呢，一般就是瘙痒、起红点，然后还有就是很臭，因为它这个真菌把这个汗液发酵之后产生了这种腐败的臭味。然后像脚是干脚的，就是容易脱皮、干裂，角质化过度，还有就是皲裂呀，还有产生一些凝血性的角质层啊。像我们这个大哥的脚呢，就是属于一个角化型的一个脚气，他隔一段时间就需要到我们这里来修，我们就给他修一修之后呢，他就会舒服很多。也并不是说脚上只要脱皮或者有瘙痒啊、裂口啊，就一定是脚气，有一些是湿疹，还有过敏呐，还有一些皮炎呐，还有流皮癣之类的，也会跟脚气相混淆，甚至于脚气和湿疹它都可以在脚上共同的来表现出来。如果具体的拿不定的话，你可以到医院做一个真菌培养给确定一下。如果是湿疹，那你就根本就不能用脚气的药。如果是单纯是脚气，就很简单，你只要用杀菌的药，然后注意一个足部的一个清洁，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你一个鞋袜的一个消毒干燥，时间长了之后用药时间长了之后，你的脚气就能好。一般的连续用药要2到4周的时间。还有就是如果是你是大学生呢，像寝室的同学混穿拖鞋啊，还有家里面的夫妻之间呢，共用一些洗脚盆呐，洗脚的一些毛巾呐，袜子共同洗啊，这些都是会造成脚气相互传染的，也是大家觉得这个脚气像治不好一样的，久治不愈，其实不是的，只要你在生活当中注意卫生杜绝传染，这个脚气也会远离你的。大家不要看我们师傅刮得这么轻松就自己想在家里跃跃欲试，其实千万不能这样，因为我们这是角度不同，还有我们这个师傅都是经过专业培训的。像我们这个现在正在工作的这个师傅呢，就已经有4年以上的功力了，他的刀法都很熟练的。然后大家有脚气呢，最主要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积极的治疗，然后养成一个清洁爱卫生的一个习惯，就没有问题了。由于我不是卖药的，所以我在这里不推荐使用什么产品大家可以到药店里面去买。脚气时间长了不治，就很有可能传染成灰指甲，所以我们平时在工作当中就是会经常告诫客人，就是脚气早治早好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大家记得一键3连关注我，让你的脚变美，变得更健康。